点紧啊！5步一贴，犄角旮旯都别给我放过。去吧，走。大家都来看看啊，来看看这大姑娘长多漂亮，可内心歹毒啊！俗话说，最毒妇人心，指的就是不，我不是针对在场的诸位啊。哎，行了，大家自己看吧啊。这次在丁秘书长的协调下，连租界都破天荒的配合我们天津警察办案，倍儿有面子啊！但是搜遍了整个天津城，连半个用马双的影子也没摸着。据我推测，搞不好这个人已经溜出了天津城。过度的采湾取直会导致河流流域面积大幅度减少，地上和地下的水位都会降低，生态和气候也都会受到影响。我仔细研究了德意志水利专家的工程方案，这次采湾取直看起来完全就是为了让副作用最大化。如果水位持续下降，很可能会引发海水倒灌，河水的盐分会迅速提升，无法用于农业灌溉，也不能用于工业冷却。天津卫生部的西医师资格里没有泰伯这个人，所以应该是伪造。这里面可都是洋人的医疗档案的，没有领事馆的批准不能借啊，丁秘书长，丁秘书长，不能借的。但有一单药品接收记录，是大剂量的阿司匹林，医师名字是泰伯。用的是荣奥双的理疗诊所接收，荣奥双应该就是泰伯。大量服用阿司匹林会导致胃溃疡，所以崔疯子划成2截并不是巧合。9牛2虎1鸡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。少爷说的没错，卫生部那个管事儿的一打全都招了，承认泰伯的医师资格证确实是他签发的，说是租界那边给的压力，还给了我个名字。看来这个西格蒙德不是普通的水利专家。他还是古登堡协会的。德意志是产药大国，阿司匹林最早也是从德国引进的。哎，什么东哥西哥蒙谁不蒙谁呢？本仙姑都累死了，这求雨的活儿接都接不完。我娘说这是要闹旱魃了，求雨也不管用，得开龙王大会，请龙王爷来整旱魃。龙王，丁秘书长，你去会会洋人，我来探探龙王。虽然你不辞而别，伪造了出港记录，国内没有留下任何资料，但凭借我在德意志的人际关系，还是可以打听到一点消息的。德意志军医学院的教授最擅长的就是将西医与中医融会贯通。学院会定期录取中国学生，秘密培养，而荣奥双呢，就是其中之一。这些学生呢，由一个叫做古登堡的协会统一引入，
而这个协会的中华总理事就是你。我说的对不对啊，我的水利专家西格蒙德先生？哎呀，日租界里的日本餐馆确实是一个掩人耳目的好地方。之前我一直没想通，西伊泰博怎么可能跟军阀司令武错南合开一家军工厂呢？现在我才明白，有了古登堡在背后支持，一切都说得通了。20年前，你们借助魔古道的病毒泛滥，打着帮扶中华的旗号进驻中国。20年后了，你们的方法一点都没变，假扮水利专家进行台湾取直，加上之前九牛二虎带来的恐慌，天津的自然条件和政治环境都会变得一团糟。届时你们再用暗中制造的白磷弹发起战争，我就想知道，到底什么是一击？张文焕起源于中国，但真正把差别正道却是在日本。同样的例子还有很多，弓箭、围棋都是如此。在这里，你是客人，我以茶道的礼节招待客人，但是客人似乎表现得有些粗野无礼。今天能让你进来，已经是我最大的诚意了。仅仅学了一点中国文化的皮毛，就把它奉为圭臬。也许他们称之为道，但在我看来，就是大器难成。你在这里想不出来什么是一击的话，要不你跟我回政府办公室想一想，或者警局也可以啊。
好好想一想。这个你认为小气的国家，虽与中国一衣带水，命运却截然不同，更别说你去流过血的德意志，之间的差距不言而喻。如果我们有意侵犯，根本不用打着什么9牛2虎1鸡的幌子，我们也被耍了。甚至就连实施台湾取址，都是因为别人在内部篡改了数据，大连蛋也是那个人造的。你的意思是，做这些事儿的另有其人？唉，古登堡培养精英，想不到培养出一只汉魃来。子曰：“不拘礼，无以立也。”作为你一直以来都费尽心力帮我们灭汉魃的谢礼，送你一个消息。据我所知，在你的未婚妻身边，似乎也有些粗野无礼的事情发生。哎，杜老板，你，我最近哪里感觉不舒服没？我没有不舒服，吃得香，睡得沉，百态通达。你不是讹我买你药吧？我意思是说你最近身上有哪点和平时感觉不太一样的地方不得？你这么一说，还真是。我感觉你跟平常很不一样。没得，我是来找人的。上回你给我那面具就是琉璃所那人，上哪儿才能再找着他？你想问的事情，我可以跟你讲，但是你要先答应我一件事情。说，如果，我是说如果啊，最近或者说将来，在你身上发生了特别不可思议的事情，特别不可思议。不要紧张，不要怕，也不要慌，马上来找我，我可以帮你。能聊正事了吗？10几年前天津有场大旱，人家师傅跟你讲过没？我师傅。那个时候，天津确实出了点问题，老和尚也是好心出来平事，但是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。哦豁，闯祸！师傅说什么？因为那样闹的旱，咋个说的都有，有说是因为闹海妖的。还有说是因为闹旱魃的，
但老和尚咋说？海妖就是旱魃，旱魃就是海妖，不管是因为两个闹的旱，都要祭拜，心头都要有敬畏。这没说错呀，确实是没错。但是那些信海妖的人，接到这个说法就壮大声势。既然老和尚都发话，那么不管是求雨、求河、求海，就都没得求用。要求的呀，求井。井才是连接所有水源的眼，地下水才是最纯净的。阿哈的蘑菇道正好是过街老鼠，这种说法正好和蘑菇道地下水是恶水之源的说法冲突，所以很得民心。只有把井水净化好，才能重建九牛二虎一鸡的镇守。真的呀，镇海妖，守了呀，守旱魃。所以呢？所以说祭祀起水要在井边边，在旱得最凶的时候，找一个铜牛格或者日柱为鬼害的女的，丢到井里面，然后参加祭祀的人每个人再拿一坨红石头砸进去，封井，井水。上水时，做盆景很常用的石头，可以吸水，但是那些石就不是拿来吸水了。以血祭石，血浸石身。现如今天津大旱，话还差不多。搞不好又有哪个水命的婆娘遭落井下石。说什么？省长昨儿就没来，也没告诉我们去哪儿。我们真的问出什么了？你来干嘛？你查到什么了？你说话呀！那水命到底什么意思啊？癸亥年、癸亥月、癸亥日、癸亥时，癸为至阴之水，亥为江海之牛，阴干阴之，天王四长，天地同牛，一气生旺。哎，水命者，命纳诸水者也。众水因此再度相逢，熄灭众生之祸，难得的水命姑娘啊！好好找啊！发现什么了没有？照相馆、馄饨铺还有镜湖边我都去了，没人。乱了，全乱了，全是男子。已经尽全力全程搜索肖小姐了，但警力实在是捉襟见肘啊！好嘛，为了抢一口井，谁家先下桶？老街坊打的是头破血流啊！还有丢孩子的，一问怎么着？是家里让孩子走2里路进3里背泉水，结果一去就回不来了。哎呦，现在呢，到处都嚷嚷着办龙王大会，我看呢，这天津卫要疯。搞了半天还不就是没找着，费那么多话干嘛？哎，于四，就让曹运所有的兄弟去租界找不动我有人。得嘞！别！
哎，冷静，冷静！我的小祖宗，那外国租界地是按洋人法律办事的地界，别说漕运商会，就算天津警察、天津军队去了，也不好使啊！啊！哎，冷静啊！全都找了，该找的都找了。哎呀，哎，我说，哎，小和珅呐，你觉得还有嘛地方有可能？我赶紧派人找去呀。那儿找了吗？啊？才是连接所有水源的盐，地下水才是最纯净的。走，来，走，快！你在外面守着，如果兰兰出来，照顾好她。哎，上善若水，利则万物，梦水为舟，通达四海。叫邦兵，你要听言，我手扶思江问国号，
我打马扬鞭到家园，仙姑我不住南来不住北，不住水来不住山。要问我是哪一个？我本是何仙姑下凡来。上次在理疗室，我是开玩笑的，没想到小河神还真是但凡有水的地方，你都能找得着。那可不，我要找的是一个水命的姑娘。荣医生，我今天只带了刀，没带包扎工具，小心划伤了你。往后站点吧。当什么当？当心眼珠子掉出来。我是京城警局正队长傅来勇，里面的人，不管你是平头百姓还是达官显贵，是外国军方还是本地流氓，如果现在自己走出来，我们可以考虑既往不咎。但如果我见100多号荷枪实弹的人冲进去以后，发现里面还有人的话，就别怪我荆门神探的枪子儿不长眼了。顾仙姑，先陪大家伙出去。来，仙姑我不住南来不住北，不住水来不住山。你要问我是哪一个？都有点紧啊，排好队。这里已经被我们全部包围了。群里头有那么几只蠢蠢欲动的幺蛾子，都管好了啊！快！来了，丁秘书长，我觉得您现在最该担心的不是萧小姐，而是您自己。
接个秘书长？我为什么要把你当师弟？我为什么认你做兄弟？我瞎了龙眼了我！倒了8辈的血霉，你醒醒啊！金宝。你说你捡回一条命，觉得身体不太对劲，是不是你把点烟变冤又找回来了？找没找回来我不确定，但就这银铃峰啊，无论如何是封不住我了。
千万别松手！这话说给你自己听吧。物种进化的好戏，很快就要开始了，别错过了。遥之为君。不是荣傲霜，是范君瑶。君瑶哥，遥之为君也，出自太伯篇。
当年那口井就在这儿，那些人就是在这里祭祀水命的女子，也就是范君阳的母亲。开什么玩笑？听家里人说，范家举家去了德意志。范君阳从那时起与家人分开，接受西格蒙德的培训。他和荣儿双一样，是被古登堡协会派返中国执行任务的棋子。荣儿双的病人都是达官显贵，借助银铃峰这种精神控制手段，帮助古登堡协会获取了大量情报。我们被耍得真惨。这羊粪打一开始就没憋什么好屁，明儿人出豹子。你怎么知道这些事儿了？有个从小生活在德意志的姑娘，带着她父亲的骨灰回国安葬。这个姑娘的父亲，就是当年陪范君瑶去德意志的佣人。她本来想去父亲生活过的地方看一眼，不过范家老宅早就被拆了，就在我家后面。那个德意志姑娘找到了我家，知道了我是范君瑶的表妹，于是跟我聊起了范家的事儿，都是她父亲告诉她的。所以范君瑶就利用荣傲霜，把当年祭拜九牛二虎一鸡的人都聚在一起，通通烧死，给他娘报仇啊！那德意志妞早不回来晚不回来，偏偏九牛二虎一死他就回来，而且你一知道这些，立马就被抓走，不觉得太巧了吗？可是跟九牛二虎一鸡相关的人，远不止这些，莫非都用火烧死吗？手头那么多白磷弹，为什么不用白磷弹烧？留下来在哪儿用？如果我是他，会选龙王大会。老板娘，红灯挂这儿成吗？成。您倒是看一眼啊！这要是挂错了方位，冲中了龙王，咱可吃罪不起啊！那就再往西南挂点吧。星旗雨，秋水慧眼，妖龙王降福晚生，京城父老，乘设龙船9艘，礼炮54门，长明灯108盏，请雨令，请龙王。五帝五龙，祥光行风，广布运泽，辅佐雷公，五湖四海，水醉朝宗，神福
船已经过去3艘了，还有6艘，有谱吗？确定他们上去的就是装白磷弹的那艘吗？要是真让那艘船开到码头这边来，一炮打过来，那参加龙王大会的这成千上万的老百姓，包括咱们几个，那怕是一个也活不了啊！咱这计划真是一点纰漏不敢出啊！没问题的，相信他们。已经有小船把他们送过去了，兄弟们已经准备好了。如果枪响，立马出水。造这么多白磷弹是挺有本事的，但想把德产白磷弹发射设备运到龙船上，再伪装成红纸炮，就免不了要打点码头脚夫了。明着查当然没戏，好在鱼四在暗地里还有些门路。天津卫大型祭祀活动，免不了请张神婆帮忙，而临时有一支表演队伍被换了人，他老人家不可能不知道。更何况这支演出队伍既不舞狮又不踩高跷，却带了那么多箱子的道具。那这箱子里装的肯定就是白磷弹了。所以只要知道这支队伍在哪艘船上表演，就知道哪艘船上有白磷弹。有一个问题困扰了我好长时间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？为什么12生肖里会有龙？会不会那个时候，龙跟其他11种动物是一样的，是一种日常的存在？从古至今，中外都有很多关于龙出现的记录。龙真的传说吗？也许有一种活体疫苗，可以打破物种之间的壁垒，让一种生物同时拥有鹿角、驼头、兔眼、蛇啸、肾腹、鹰爪、牛耳、虎爪、鱼鳞。
呢？能不能长出翅膀飞向天空？可不可以像鱼一样潜入深海？去控制传导。要传进猎人的码头！我也有很多问题想问你，不过先留着吧，等去了监狱，我再问你吧。你已经怀疑我了，还一一列举了我的疑点。你说的都对，为什么不坚持？因为我帮了郭德友。因为我说我喜欢小兰了。还好天逆人心，9牛2虎1鸡。而不是什么36天罡、72地煞之类的，要不然凑齐，这累死我。裁婉曲直是第一步，感谢丁秘书长对我的导师 Sigmund 先生信任有加，使得裁婉曲直得以顺利推行。崔疯子跳出来阻止裁婉曲直。所以他必须死。没错。1884年，阿司匹林由德国商人法普威尔康传入中国，那个时候它还叫做安替匹林。德国医药就是在那个时候渐渐在国内有了名气，大家亲切地管阿司匹林叫做万应灵丹。但他们不知道，长期或大剂量服用阿司匹林之际，会导致胃黏膜炎症、糜烂及溃疡的形成。作为著名西医泰博尔，忽悠像崔疯子这么好面子又讲排场的人，大量服用万应灵丹，再简单不过了。
我向顾维良提议，婚礼全程拍摄，算作王小姐息影前的最后一部作品。可这西湖饭店光源亮度不够，摄影机拍不出影来，怎么办呢？请大明星王美人去剧组借来高文灯，顺理成章。可喜可贺。三老本想把顾维良的死伪装成意外，是你指使汪子任把仵作男送的礼物换成了火牛土，把顾维良也归进了九牛。顾维良是古登堡的人，你为什么杀他？古登堡在华人员名单。其实古登堡只是想通过培养精英渗透中华，再从中获利罢了。真是太没远见了，这样的组织怎么能成大器？只有我，才能让他们物尽其用，让世界改头换面。如果古登堡不买账，其实我根本不介意把他们的人员名字和这些肤浅的计划透露出去。可名册在我这儿。我的丁大少爷。丁秘书长，银铃峰不光是用来止痛的，龙傲霜早就复制给我。你又踢倒了，怎么解释？都说教育是改变一个人的最佳途径，但我认为一定还有更快的办法，比如彻底改变他的基因。我根本不在乎淹的是龙王庙还是女子学院，但我没想到。你们二位还真会因为这件事儿干起来了，让我看了一场好戏。白四湖给顾影纹身用的颜料，应该也是用红水质提炼的吧？还有崔疯子吃的药里，和顾维良喝的酒里，红水质的中枢神经麻痹作用。还可以造成假死现象，我能让鲜活的生命假意死去，但见不得虚假的灵魂苟且活着。我一直都想问你，在解剖台上活活杀死一个姑娘，什么感觉？首先，让3位在天津德高望重的老前辈，按照我的方式合力杀掉一位外交官。然后再利用急功近利的郑队长，找到3个屁都不算的小人物。杀掉3位老前辈，事情进行到这一步，剩下的就简单了。找一个管冷库的，把3个杀手冻死，再抛尸在我指定的地点。前后后算起来，磷粉自燃、镁粉爆炸、电弧爆炸、磁力引爆、液氨中毒、液氮冷冻，还要克服一系列意外的因素，才能达成火牛和牛秀。太不容易了，不过充满了乐趣。借军饷充金库的主意，是我侧面提供给白市长，把军饷存在银行一段时间，自己赚一大笔利息，也是我提点伍司令的。剩下的就看李大善人4个宝贝徒弟了。当然了，贪心的人
都活不久。不是所有人都要为你母亲的死负责。恶是集体之恶，所有人都有份儿，谁也跑不了。银牛号舰长，石溪寺住持，皮叶大亨，还有铁牛，他们有什么恶？你为了凑齐九牛，杀了多少无辜的人啊！无辜？十几年前，老和尚随口一句，海妖就是旱魃，旱魃就是海妖。多少人信以为真，接近大旱就是海妖演起的，有神秘的女子去祭祀。该死的九牛二虎！那个女子是不是无辜的？啊？说的那些人，是不是无辜的？天桥上，阿里码头很近了。看来顾影跟雨丝已经失败了，副队长启动了预案。他背后那个肯定就是白磷弹的传动发射装置，看起来只连接了一门炮，来不及了，你先上去想办法，这活交给我。少爷，马上就要到码头了。左线穿越出第二门，雨丝，把炮头抬起来！听说你有个外号，金门第一鸡贼。错，是金门第一超凡绝伦、人中龙凤的小河神。从小在德意志军校受训，估计我跟丁卯加起来都不是对手。我呀，就是赌一把，但我这人怂，不敢下太大的注，所以就赌一条命。好。
楚老亲，打架撒黄豆，生命的最后都做不到磊落一点，死都死得像一个小人吗？这就是和珅。老百姓把你这样的人称之为神。为什么要让怀有这种愚蠢信仰的人活在世上？明明还有更高低的生命可以主宰这个世界。卑贱、劣根，这些都是在骨子里的。只有白磷弹才能烧得干净。镁粉爆炸有满足每立方米20毫克的含量，燃点要高达520度。干硫磺只要满足每立方米2.9毫克就够了，燃点也只要190度。我本来就没打算把那颗小小的白磷弹发射出去，因为这艘船本身就是一颗巨型白磷弹，足够波及整个码头。只要一点点静电火花，整艘船的白磷弹都会被点燃。船离码头这么近，你开枪就等于开炮。开枪吧，啊！替你师父报仇，顺便炸掉这艘船，让这艘船上的同伴、岸上的百姓还有我，一起随老河神而去吧。师父疼你，啊，把你养大，教你本事，你呢，连替他报仇都不敢。啊！粉尘爆炸不会马上死亡，会先经历皮肤的灼烧、窒息，在刚刚认为自己还有救的时候，第二次爆炸会再度发生。你师父死得痛苦极了。小祖宗，上！哎呀，这汉魃吓唬咱们啊！打他！别拦住！来，一个屁啊！别动他！来，哎呀，你学人打架呢！罚罪不要紧的，给我带走！走！你们别打了，快回去啊！让他们往后撤，往后撤！
撤！别让他们靠近码头！快往后撤！本来计划可以很完美，所有的仇恨都能一并消除。你会后悔的，后悔刚才为什么没开枪。小雅，丁某，于斯，他们是真的相信这些红色纸片能带来好运，就像他们真的相信把一个女人推到井里，用红色的石头砸进去能解决干旱一样。9牛2虎1鸡只是迷信，可不可以用科学把它们全部都变成真的？我要他们在最虔诚的时刻，鸡年、鸡月、鸡日、鸡时，迎来毁灭。所以一鸡是个时辰。也许吧。哎呀，丫头，丫头，丫头！哎呀！是池子里那个怪物，他也是你养出来的吧？不必理会，失败品而已。化肥可以救命，但我回来不是救人，而是回来种一颗种子，种出新的生命，替代愚昧和落后。德意志又怎样？欧罗巴又怎样？蓝眼睛白皮肤又怎样？你还不知道吗？你才是人类进化史上的奇迹。
快！快回来！顾影、圣童，体细胞再生及代谢能力太强，植入细胞被完全排斥，实验失败。莲化清，圣童候选人，植入48小时后出现反向排异现象，正常体细胞逐渐被植入细胞侵蚀，出现兽化体征。实验失败。郭德友，圣童候选人，植入72小时后，尚未出现明显异常，预计植入细胞已经被体细胞接纳，寄生态初步完成。终于找到符合条件的样本，人类真正的进化已经开始。我师父说，别人管咱叫河神，不能答应。但咱答应别人的事儿，必须得办妥。我答应了铁牛，老师队不能散。只要我还在，哥几个始终是一家子。我答应师父，守好龙王庙。只要我还在，龙王老爷的香火就断不了。我答应丁某，当他孩子的干爹。只要我还在，教他游泳，下河捉王八准领。我答应娶你，打小就答应过，就算当不了人中龙凤，也一定跟你鸳鸯成双。只要我还在。不管我在不在。